有人甚至提出，拜登的美国在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，正在面对一场毁灭性的失败。如果美国输了，就要对中国称臣纳贡了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今天的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有人讲，拜登的美国就要被社会主义中国彻底打垮。美国政府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，遭到全世界的嘲笑，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国社会自己。一些反华的美国政客跳出来公开指责拜登，有人甚至提出，拜登的美国在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，正在面对一场毁灭性的失败。还有人指责说，拜登根本就没有什么对华政策，如果美国输了，就要对中国称臣纳贡了。这些反华分子啊，总是把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这样的词汇呢挂在嘴边，让人有些莫名其妙。我们国家一直遵循着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，就算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跟我们不一样，也愿意积极发展和友好合作的关系。但是美国啊，却总是把意识形态问题挂在嘴边，似乎中国的复兴就会冒犯美国的祖坟，铲掉美国的国运一样。其实美国的国运是被美国统治阶级自己铲掉的。从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，美国的内政治理是千疮百孔。拜登上台之前呢，曾经表示要把疫情应对作为自己的首要的执政工作内容，但差不多1年过去了，美国的疫情是丝毫不见缓解呀，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又多了几十万。美国每天的新冠死亡人数比中国的新发阳性人数还要多得多。美国在经济上同样陷入了失败，虽然经济增长数字看起来不错，但是通货膨胀率也同样吓人。但是这些问题对美国反华分子的打击都不如另外一个问题来得沉重，那就是军事霸权的衰落。军事霸权的衰落和崩溃，这才是美国的反华分子陷入恐慌的最主要的原因。美国的政治制度、金融霸权、文化霸权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，其实啊，都是依靠军事霸权作为基础的。军事霸权的衰落就会带来美国霸权的整体的崩溃。英国殖民帝国就是这样崩溃的。阿富汗战争呢，彻底的曝光了美国的军事实力。这倒不是说美军的打击能力不存在了，而是充分暴露了美国军事体制的腐败和无能。你再强大的军队，在非正义的战争动机、四处出击的战略战术、腐败丛生的军事采购、大肆捞钱的军工集团的共同夹击之下，你要是能长久维持，那真是怪事儿。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，美国军事霸权的衰落同样也不是由中国造成的，是你美国自己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造成的。美国的军费开支比我们中国高多少倍啊？美国还没有什么国防威胁，边境问题，美国几乎所有的军费都可以用来欺负别人。花了这么多钱，它出现了衰落，是因为趴在军费上吸血的美国利益集团太多了，胃口太大。美国军费的很大一部分钱没有花在刀刃上，而是被莫名其妙的开支给消耗光了，所以才会有美军里面一个咖啡杯子1280美元，一个电源插座299美元和1万美元一个的马桶盖，这种离谱的事儿。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呢，向拜登大喊大叫，要他想办法重振旗鼓，打败中国。拜登能做到吗？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从特朗普时期开始，美国政府就在用一种歇斯底里、丧心病狂的态度推行反华的政策，宁可伤害美国的企业、美国人民自己的利益，也要迟滞中国的发展。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到了拜登政府这里，不但没有缓和，而且是变本加厉。就在12月18号，美国政府又发布了一份制裁名单，上面有36家中国企业的名字，其中不但有国企、军工企业，还有一大批民营企业。也就是说，除了热战之外，拜登政府已经把能用的反华手段全都用上了。如果还不能压倒中国，那只能说明这个战略目标压根儿是错的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